这段时间经常看新闻的朋友肯定有一个感觉，这世界是不是疯了呀？怎么是个国家就敢对中国龇牙咧嘴的？你看看最近这一出家里面有矿天下无敌的逆袭戏码，那是轮番上演啊。这些国家有亚洲的，有非洲的，还有澳洲和中亚的。他们虽然长得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但眼珠子冒出的绿光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明摆着，全把中国当成了一块肥得流油的肥羊，排着队想冲上去狠狠咬一口，然后好让自己一夜暴富。最好是子子孙孙躺在金山银山上吃喝不愁。那这些国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祖坟上冒青烟啊，老天爷赏饭吃，地底下埋着某种或者某几种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这些矿偏偏全都是咱们中国现在搞得如火如荼的新能源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急需的宝贝。这就好比中国是一个顶级大厨，正准备做一桌满汉全席震惊世界，结果发现葱姜蒜全捏在村头那几个街溜子手里。这帮街溜子一看，哎呦喂，你要炒菜是吧？没有我的葱姜蒜，你的锅都得砸了。于是乎坐地起价，趁火打劫，撒泼打滚，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全都用上了，美其名曰我们要产业升级。他们心里的算盘打着噼里啪啦响，只要你中国还要造新能源车还要造高科技芯片，我们手里面这堆烂石头就能拿捏你，你就算捏着鼻子也得乖乖按我们的规矩办事。这套强盗逻辑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极其龌龊极其不要脸的核心阴谋，就2个字儿：白嫖。咱们先来说说这股妖风的始作俑者，亚洲的带头大哥印尼。之前呢也有几个国家在能源和矿产上跟咱们是唧唧歪歪的，但那都是小打小闹，撒个娇噎着糖吃。真正把这种资源民族主义玩成现象级流氓套路的，就是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千岛之国。2020年，印尼靠镍矿资源给咱们中企设了一个巨型杀猪盘。当时他们拍大腿下令，想拿资源把工厂搬过来。咱们为了供应链上百亿人民币直接砸进去，硬是在丛林里架电厂盖厂房。那本以为是双赢，结果今年呢，印尼突然开启了流氓模式他们翻脸的速度比番薯都快。这波新政有多恶心呢？先是强行涨租子，变相掠夺利润。最觉得是以前挖矿自带的半生矿，人家以前呢是睁只眼闭只眼，现在直接要求按天价交税以前那是买一送一，现在直接变成连皮带骨头全都给你吞了。印尼高官坐在空调房里笑，反正这个石头长在我的地里，你中企那上百亿的设备跑又跑不掉，你不干有的是人接盘，这就叫赤裸裸的卸磨杀驴中企骑虎难下，不干100亿资产烂在丛林，干就是给人家白打工但这次中企没再怂面对印尼这种不要脸的加税中企直接拍桌子强硬反制，逼得印尼不得不暂时搁置加税计划。但这道裂痕已经彻底撕开了，外汇管制、配额限制，印尼现在的生意已经成了谁碰谁身骚的僵尸项目。你以为印尼收手了？太天真了紧接着，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印尼又放了个大招，他们把国家最值钱的镍矿、煤炭、棕榈油通通打包，交给一家新成立的国字头的企业垄断管理。意思就是以后这玩意儿卖多少钱，老子一口价说了算，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如果你们不接受我定的天价，我宁愿这些矿烂在地里长出蘑菇，也绝不便宜卖给你们。印尼凭什么这么狂因为他们吃准了，中国的新能源电池离不开镍，全世界的炒菜锅离不开棕榈油，他们就觉得拿捏住了全世界的软肋准备躺在矿山上当大爷了。那看到印尼这招空手套白狼玩这么溜，周边的东南亚兄弟们眼红了马来西亚、越南赶紧跟上，立马对自己家的稀土矿搞起了出口管制，目的呢是出奇的一致，不再卖土了，我们要赚深加工的钱，我们要产业升级，我们要暴富。亚洲这帮地主们行动起来了，那些早就蠢蠢欲动穷的只剩下矿的非洲兄弟们，动作那叫一个迅猛吃相那叫一个难看。首当其冲的就是拥有全球90%钴产量的刚果金。
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那是咱们手机电池、电动车电池里极其核心的贵重金属。咱们中国每年进口的钴啊，98%都是从刚果金弄来的，这几乎就是把咱们的命门攥在人家手里。那早在2025年，刚果金就眼珠子一转，出台了个霸王条款，全面禁止钴原矿出口，还要搞配额制。他们定了个什么宏伟目标呢？说要在2030年把铜精矿的本土加工率提升到70%。这招直接就是冲着中国的钴精炼产业来的，想硬生生把咱们国内的饭给砸了，逼着咱们把设备搬到非洲去。那紧接着到了2026年的2月，全球最大的锂矿储存国津巴布韦也跳出来了，不行，我也不能吃亏，大笔一挥，禁止锂精矿出口，目的同样是迫使中企把精炼厂转到当地去，好让他们在国际上拥有锂矿产品的话语权。除了这两个带头的，非洲还有一大帮国家在后面是摇旗呐喊。赞比亚的总统西西莱马前阵子甚至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他唾沫星子乱飞的喊道，我们非洲国家不能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永远只做原材料的出口国，这是不公平的，凭什么利润都被你们这些做精加工的外国人赚走了？我们非洲也要产业升级，我们要把利润留在非洲大地。听听这口号喊得多响亮，多提气，是不是？那不管是亚洲的印尼还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现在的口径是出奇的一致，卖原矿那仨瓜俩枣的钱我必须赚，但精加工那大把大把的钞票我也要塞进自己的腰包。但是各位，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10000倍，这帮国家做着产业升级的春秋大梦，却选择性的忽略一个最致命最滑稽的事实，这帮资源国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毫无例外的根本没有任何精加工的能力。咱们用大白话来说，什么叫精加工啊？什么叫产业升级？这帮国家的官老爷们儿这脑子里的水估计都能养鲸鱼了。他们以为所谓的精加工就是你中国大老板花钱买几台机器空运到我们国家，插上电，我们按个按钮，金光闪闪的高科技产品就哗哗的流出来了。你可拉倒吧，简直是异想天开啊！一个国家的精加工能力不是几台设备就能解决的，那是这个国家整体的工业化水平的咫尺。为什么你们这几十年上百年一直只能苦哈哈的当个卖土的卖石头的？是别人不让你搞工业吗？不是啊，是因为你们那儿要啥没啥呀。首先没有基础设施，搞精炼搞深加工那可是超级耗电耗水的电老虎呀。你们那地方别说是工业用电了，刮个风都能全程停电。你拿什么带动作业流水线啊？道路是坑坑洼洼的，下个雨呢连个大卡车都开不进去。你还搞什么现代物流？其次是没有配套体系，现代工业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咬合齿轮，你需要螺丝钉，需要化工厂提供试剂，需要维修团队。在你们那儿这机器坏了个零件，估计得等2个月从中国发国际快递才能修好，这厂子还开个屁啊！最要命的是你们没有产业工人啊，这才是工业化最致命的咽喉啊！你看看非洲某些地方的工人你给他发了工资，他第2天人就没影了，跑去酒馆喝得烂醉，钱花光了，下周再来上班。你要求他戴安全帽，按操作规程办事，他觉得你侵犯人权，转头就罢工，连个扳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拧。你指望他们去操作那种精密的高温冶炼炉、微米级的数控机床？所以这帮国家到底想干嘛？他们心里面其实跟明镜似的，我们是没有技术，没有电，没有工人，但是你们中国有啊。他们出台这些流氓禁令的最终目的根本不是自己去搞什么研发而是想拿矿产做要挟，逼着中国把完整的产业链资金技术熟练技工一股脑的全给他们搬过去。不仅要你出钱建厂，还要你手把手的教他们，最后还得把赚的钱分给他们一大半。这叫白嫖啊！抱着我有块泥巴我就是天下无敌的心态，妄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坐享中国几十年工业化积累的成果，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面对这帮贪得无厌、蹬鼻子上脸的白嫖怪，咱们中国什么态度呢？老实说，中国现在确实需要这些矿产来发展新能源，但这并不代表咱们就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那更不代表咱们非他们不可呀。中国人做事从来都是未雨绸缪，狡兔还有3窟呢。咱们有的是渠道和反制办法，那为什么咱们迟迟不愿意把高端产业链转给他们？
因为咱们吃过亏啊。一旦你把几百亿的精密设备和产业链放在那种法制不健全、政局动荡、老百姓连字都认不全的地方，最终的下场只有2个字儿：废掉。今天给你涨税，明天找个借口给你没收充公，后天搞个游行把厂子砸了。这种卸磨杀驴的破事在国际上难道还是孤立吗？印尼不就在眼前摆着吗？你指望欧美国家去给他们搞基建、搞产业链，欧美那帮资本家精得跟鬼一样，连个下水道都不愿意帮他们修，怎么可能去帮他们产业升级啊？而咱们中国现在也看明白了，惯子如杀子，不能再惯着这帮臭毛病了。中国现在态度很明确行，你想搞精加工是吧？好办，你们自己在家里面慢慢折腾吧。等你们自己建好电厂、修好路、培训好工人，把原矿加工成精炼产品了，我们再来买。那至于让我们去当冤大头帮你们建，做你的春秋大梦。咱们有时间跟你们耗，你们耗得起吗？更重要一点是这帮资源国根本不知道科技爆炸的威力有多恐怖。他们以为镍、钴、锂这些玩意儿是永远不可替代的神器，但他们睁眼看看现在的中国新能源车企和科研院所都在干嘛呢？咱们的科学家正在疯狂进行技术突破，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的技术现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迭代。一旦这些不依赖稀有金属的新型电池实现全面的商用和量产，对锂、镍、钴的需求量将会断崖式下跌。到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呀？你印尼的镍矿，你刚果金的钴矿，你津巴布韦的锂矿，瞬间就会从战略资源变成漫山遍野没人要的破石头。这帮资源国靠着老天爷赏的矿，吃香的喝辣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但他们似乎忘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工业品全靠进口。如果有一天你们的矿卖不出去了，没有外汇了，你们拿什么去买粮食呀？拿什么去买药？所以最后奉劝这些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的资源国，在做某些企图咬中国一口的决定时，最好先照照镜子，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真把咱们惹急了，技术一突破，桌子一掀，你们就只能守着那堆卖不出去的破石头，回去继续啃树皮吃土吧。